Hello，大家好，我是艾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今天要帮大家做的大众占卜测验是你的生命蓝图，还有你目前的人生方向是正确的吗？因为我有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他们说目前的人生有遇到一些困境，该如何去摆脱这些困境，然后能从这些困境上面学到哪一些东西。其实很多人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很迷惘的状态，每天朝九晚五上班，然后也不知道工作到底能带给自己什么，只知道说为了金钱，然后呢为了家庭，所以不断的在工作，然后不断的去麻痹自己。然后当然这样长久下来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一个怀疑，不知道自己未来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也不知道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帮大家做一个大众占卜测验，来看你目前的人生方向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然后还有你的生命蓝图，你应该要专注在哪一些事情上面。那等一下我先用神谕卡帮大家抽出3个选项，然后大家再从这3个选项中去选择。这个是第一组，无尽的祝福。然后第2组，为差异喝彩。第3组叫做突破。1、2、3，总共3组选项。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第1组的解说。Hello， 选择第1组的朋友，你们目前的人生方向跟断舍离比较有关系，而且你们想要去放下很多的压力重担，还有很多的这种恐惧对于目前生活的一种压抑，然后对于未来、对于未知的一个恐惧，你们会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同时你们也不想要承担这么大的压力，你们想要让现在你们想要好好的去断舍离，把这些压力都给抛掉，然后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并且重新开始，然后从此以后只为自己而活。我觉得这组的朋友还蛮知道自己到底该做什么，然后到底要专注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好的，那其实你们目前遇到的困境我觉得是比较想多做少，或者是这个环境没有办法给你足够发挥的空间，你的天赋、你的能力在现在这个环境是比较没有办法去施展，所以就有一种被困住，然后跟比较抑郁不得志的状况。但在这个时候，其实你们是有能力去改变的。我刚才有说，你们的课题跟目前的方向要从断舍离开始，要先丢掉很多过去累积在心中的垃圾，然后要把这些垃圾清干净，不然在你们的脑袋中你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盲目跟迷失。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去一直无限鬼打墙，但是你在鬼打墙却没有真正的行动去执行。而且从牌面上看起来其实
你们是有能力、有条件跟有价值的。要相信自己有相当优越的价值跟相当优越的能力，这样的话，你才能在跨出去的每一步都能感到自信，然后都能感到不被束缚。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被困住的状态啊，不只是环境把你给困住了，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自己的头脑把自己给困住，因为想太多啦，但是你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却想多做少，却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的能够去执行去做起来。所以你们的课题在这边这张是死神牌，其实就很明显的在跟你们说，你们要做一个断舍离。然后这边也有跟你说，你的人生蓝图跟人生方向现阶段应该要放在哪一个地方。我相信每个人只要好好的活在当下，然后去了解自己，去认识自己，一定都可以朝着自己的生命蓝图的方向去前进。那如果说我们把太多的精力都花在怀念过去，然后去焦虑未来，那我们就很难去享受在当下，我们就会跑偏道路，我们就会偏离我们人生蓝图的正确的方向。首先这张是水之三，代表的是合作，跟团体比较有关的一张牌。所以我觉得你目前的人生蓝图你可能会希望想要跟一部分的人去实现合作，然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然后一起成长，然后一起享乐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你需要断舍离的就是你过去在感情上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原生家庭或者是过往的感情都有可能是你必须要断舍离的部分，因为这些情绪啊，这些情绪被你累积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一种影响你现在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家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嘛，就是你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的原生家庭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你现在做事情，你的判断就会以过去的经验为主，然后这些不好的经验它又会恶性循环，然后让你可能做出一些更加错误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过去的原生家庭跟感情是需要去疗愈的，然后也需要让自己好好的原谅自己，好好的放下过去，这样你才可以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啊。因为你想要让自己没有负担，没有包袱，没有压力，那就必须做到将这些心中的垃圾都丢掉。再来还有一个地方比较像是，其实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然后比较平淡，但是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生活上的倦怠，不知道到底我要做什么，到底我做什么才是正确的，然后心中也会想说，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其实这样的状况还蛮常出现在你的心中啊，就有一种在想，或者是说对于现况的不满，但是又没有好好的去行动。最主要你们的行动就是要断舍离内心的很多的情绪，然后丢掉内心很多的垃圾，以及疗愈你的心灵，还有一些过去。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在牌面上啊，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去做什么
才能让你的人生更加的顺利。你目前遇到的困境是，你要先改变自己的心境，先改变自己一直在思考、一直在鬼打墙这样的一个心态，才有办法让你的人生蓝图得以发挥。好，那我们现在帮第一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的独角兽要跟你们说什么样的提醒，什么样的讯息，什么样的建议。第一张叫做向星星许愿，许个愿望，期待最美好的发生。然后还有练习，精湛一项技艺的最佳方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直到抓到诀窍。最好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会互相扶持，无论发生何事。我觉得独角兽想要跟你们说的，在你们的生命蓝图这边，其实塔罗牌上有出现相似的讯息，就是合作、朋友，然后跟大家一起共好。你分享给他人，然后人家也会回馈给你，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练习跟这个许愿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你心中要有一个目标，你要有一个确切的方向。然后这个确切的方向一开始可能会没有那么容易去找到，要怎么样最快速的去迈向你的人生蓝图？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活在当下，并且你时时刻刻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让自己感到问心无愧，然后心安理得，不要委屈自己，然后不要去压抑啊，不要去忍耐。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活出最精彩的自己。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啊，只要这件事情是不伤害到其他人，然后这件事情是你做了不会有任何的不安，然后不会有任何的愧疚、罪恶感，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执行，并且朝这样的方向去前进。这就是给第一组朋友的讯息。其实你们缺乏的是对未来的热情跟目标性啊，你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或者是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但这边塔罗牌跟独角兽也跟你说啦，就是好好的去活在当下，然后去分享，并且去努力的去练习，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上有一个重心，有一个目标。这样的话，你就能活出自己的人生蓝图。那第一组的朋友就到这边咯，拜拜。Hello， 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目前的人生方向就是必须好好的朝着你的目标去迈进，并且要享受在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们已经比大部分的人都还要好。你们虽然会有一点点的小迷惘、小迷茫，但是你们很清楚自己的大方向在哪边，而且也很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该做什么。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常常去怀疑自己。比如说你还没到达这个目标，但是在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小挫折，遇到一些小麻烦，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做到底对还是不对，然后这样做到底是不是适合我的。但是其实你们的心中已经很坚定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也很知道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人生中一定要去做，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所以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在面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跟人生蓝图，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压力的承担下，你们可能就必须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还有作息能不能够去负荷。比如说你可能为了你的事业，为了你的工作，你相当的尽责，然后你抱有10分的热情，然后去完成，去朝你这个目标迈进。但是你伤害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上面的牺牲。所以其实第二组的朋友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过于急躁、过于冲动，然后急于想要达成目标的这种野心跟企图心。那只要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遇到困境的时候，你们就相当的想要用快速的方式去通过这个难关，然后用比较取巧的方式去跳过这个难题，并且没有想要好好的去解决它。如果你目前是遇到困境的啊，我会建议你说这个难关一定会过去，但是你必须要先好好的去等待这个时机，等到这个时机成熟了，然后你学到你需要的东西，你学到了原来你对自己相当有信心，但是中间的一些小的过程可能会有一点去瞧不起，或者是说有一点去忽略了。但我觉得这些过程，这些在你当下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你人生中很重要，目标很重要，但是过程也很重要。所以第二组的朋友有的时候会比较忽略过程的重要性。你们的目标性很强，然后很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并不会说一下子就达到非常圆满的一个目标。所以其实你们在人生蓝图上面啊，需要的是务实的规划，然后跟务实的选择。因为目前你正在成长中，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你的人脉。你在跟人的相处上面啊，有的时候也会去得罪一些小人。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小人的嫉妒啊，因为你们太出色了，然后表现得很亮眼，能力又很好，然后又很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边，不太会听别人的劝告。如果说有人他可能给你一些意见，或者是酸你1-2句，那你可能就会跟对方争吵起来，或者是说你会非常的清楚表达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这些见不得你好的小人，他可能就会心存怨恨，就可能成为你的绊脚石。所以我觉得在人脉的经营上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你可以跟你的伙伴一起共同合作，然后共同去达成你人生的目标。然后这个伙伴也有可能是你的家庭、你的伴侣、你的另一半，你带着他们一起往这个更高、更好、更理想的目标去前进。再来，我们看一下独角兽牌要给你什么样的建议。第一章叫做练习。精湛一项技艺的最佳方法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直到抓到诀窍。跟第一组的朋友一样有抽到这一张，他就是在跟你说，你的目前有一个目标是相当的重要的，然后过程也很重要，因为过程你必须要去练习，你必须要享受在这个过程中，你才会觉得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第二组叫做说出你的感受，向一位朋友倾诉你的感受。我大概知道这张牌的意思，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啊，有的时候自己过于坚强，然后跟
你们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所以你们不太会去听从别人的意见，或者是说向身边的人去讲出你的感受。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就算我讲了，你们也不了解；就算我说了，你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很孤立、很孤独的处境。没有人可以去分享你的喜悦，没有人可以去知道你现在的辛苦跟努力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说出你的感受很重要。如果说你觉得不好意思去跟家人、亲朋好友开口，其实在网络上面写文章，比如说发在 Facebook 上面，还是发在 IG 上面，或是各种的社群平台，你去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让你自己更加的清楚现在你该做什么，现在你的人生、你的目标会有更加清晰的一个蓝图，然后你也不会感到这么的孤单寂寞。好的，最后一张是真实。是的，你所询问的事是真实的。我觉得这张牌它就是代表一个 yes 牌，就是说，你现在心中的困惑，然后你想要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然后这张牌它跟你说是的，你所询问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所以不要再去怀疑自己在这些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阻碍，不要再怀疑自己的能力。只要你好好的去当下解决你的困难，然后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可以朝着你的目标越来越近。而且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啦。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说，你们做的其实已经比大部分的人都还要好了。只是在过程中，你们可能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逃避，还是会有想要跨越不想面对的心理。但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当下，比如说在你现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好好的去感受自己的呼吸，然后感受自己的心跳，时时刻刻都做出自己不会后悔的决定，这才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就是给第二组朋友的讯息。拜拜。Hello， 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现在生活上面的方向啊，其实是比较消极跟比较被动的。从牌面上看起来，你们刚刚神谕卡有抽到，你们所选的叫做突破嘛，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突破你自己所设限的框架。没错，这个框架是自己所设限的，因为从牌面上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些人他目前其实过的生活还算不错，但是他有一点麻痹，然后有一点习惯了，然后他习惯于这样的一个很稳定的生活，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当然，如果说我们都有好好的活在当下，然后好好的享受现在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觉得是相当 OK， 没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在你们的心中，其实是有恐惧跟怀疑的。那这个怀疑就会导致说，虽然你过得很稳定，然后过得还算蛮舒服的，但是你们就是不够相信自己，或是对未来没有抱持着太多的热情跟期待，有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走一步算一步的感觉。所以说，其实你们还蛮需要去跨越这个框架。然后在人生蓝图的部分啊，这张牌是世界牌。我觉得他也是在跟你说，不要去设限自己的人生就只有这样，其实你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去冒险，然后你可以去世界各地看看。然后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出国，没有办法到处跑。但是这个设限不只是环境的设限，还有你内心的设限跟框架。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突破你内心的枷锁。那到底该怎么做？ OK， 我们这边有看到，这边有一张图之9，叫做爱自己。就是你是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然后让自己去享受物质生活，不管是物质生活也好，或者是心灵上的进修提升，我觉得都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当然爱自己，我之前有写过一篇文章，爱自己不是贪得无厌，爱自己是要让自己感到心安理得、问心无愧，然后并且在任何事情上面都做到刚刚好。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说不知道爱自己的分寸，那个界限在哪边。再来，你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我，对于外在啊，其实是还蛮排斥改变跟突破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是因为你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比较安稳，然后会觉得如果要再突破会很辛苦，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所以对未来就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想象，或者是辛苦的一个假象。但我觉得其实你们是做得到的，因为你们目前的生活如果说你没有打算要突破的话，当然也没有关系啊。这边只是给你们一些突破框架上面的建议跟人生方向的建议。如果说你没有想要改变的话，你也可以一直维持在这样舒服的状态，但是你自己的心其实现在就已经觉得有点卡住，对未来的未知的感觉其实会有很多幻想，然后怕失去，怕没有办法接受未来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居安思危，当你处在很安稳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象说，那如果说有一天我这样安稳的状态如果消失了，如果不见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面对我的未来？那如果说你是这样想的，你就没有好好的活在当下，即使你在现况是安稳稳定的，然后生活是舒服的，但你没有好好的去享受，你在想的都是未来的一些困难啊、阻碍啊、困境啊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跟害怕失去，你害怕失去你现在拥有的东西，然后在未来对于未知有很多的恐惧。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在行动力上面，我觉得还蛮需要去突破的，然后对于生活上的积极性不太够，然后必须好好的去享受现在的生活，然后享受在当下，然后做到爱自己，因为有抽到2张牌都是爱自己。再来我们看一下独角兽要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呢？第一张叫做想象。当你的梦想实现，你会看到、感觉到、想到和听见什么呢？所以其实你们需要一个是对未来正面的想象，对，而不是负面的想象跟恐惧的想象。所以你要去想象说，你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还有什么样需要去实现的事情，然后你要去用吸引力法则让自己去身临其境，这样的话就可以加速你愿望的实现。再来抽到的是真实，是的，你所询问的事是真实的。如果说你今天来看这个影片，心中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疑问，
这张独角兽在跟你说，对的，你的疑问是真实的，你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要好好的去面对它、疗愈它跟放下它。再来抽到的这张是祖父母，你与祖父母间有永不中断的特别连结。其实这张牌就是代表我们爸爸妈妈的父母亲，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外公外婆，那有一些是自己的爷爷奶奶，还有血缘上面的羁绊。相信你的祖先祖父母也是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你，并且就是推动着你走。所以第三组的朋友不要再害怕突破跟改变，因为这个突破跟改变也许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如果说你过了这个关卡，过了这个课题，可能就会朝着一个更高更好的方向去迈进。当然你们现在要享受在目前的这样的状态啊，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先享受在当下，从当下中去发现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或者是内心有一些不舒服，然后去解决每一个你觉得不舒服的点。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你们在生活中最好的一个建议。然后你觉得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心中缺乏勇气、决心，你就去问自己说，如果我不做了，那我会不会后悔？这个就是给第三组朋友的人生方向的建议。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